有人说，梦是潜意识的延续，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，也不会毫无逻辑。笼中窥梦是一场被记忆包裹的梦，在这个透明的立方体里，我们看见了记忆的轮廓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汉吉。这次的单品读游，我想带你走进一场梦。笼中窥梦，一款在玻璃立方体中展开的叙事解谜故事。这款游戏的名字字面上是在笼子里的梦境，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场被锁在回忆里的梦境。当你真正走进去，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在讲战争、创伤与遗憾是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被延续。整个故事都藏在一个又一个透明的立方体中，而每一个面都对应着主角生命中的一段记忆。笼中窥梦的玩法看似简单，却极具诗意。你面前是一个可以旋转的立方体，每个面上都会有不同的场景，如工厂、灯塔、宿舍、房间。再要旋转立方体，让毫无关联的画面在角度契合时产生连接。只要角度对了，记忆的碎片就会拼合，通往下一段记忆的路便会开启。这种视错觉解谜，让人觉得自己不仅仅是个解谜者，而是在翻阅一个人的人生。这里没有对白，没有文字，只有画面、声音，以及那些无法言说的情绪。每个立方体面都藏着一段人生，每一次的旋转都是一次回望，每一次的连结都是一次理解。在这些温暖又安静的画面中，我们看见了养父与养子的日常。一个门框，一个车头灯，或者是一座桥，每个场景就像是玻璃柜里的小世界，看似平凡，却都藏着深刻的情感。没有文字，没有对白，所有的情感都藏在画面的细节里。它要你观察，要你理解，更要你感受。每个细节都在诉说着平凡的幸福。随着解谜的推进，你会发现，这不只是一场梦。游戏的主线是一段养父与养子的记忆拼图。年轻时的养父是一名士兵，他在战争中失去了战友，也失去了自己。回到家后，他试着过普通平凡的生活，拍照、画画、钓鱼、种花，但在战争中留下的阴影却从未离开过。他收养了一个孤儿，希望借由爱与教育弥补战争在他心里中所造成的裂痕。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游戏中的主角。养父在战场上经历过创伤，爆炸声、烟雾、直升机的影子都深深烙印在他的心里。带着这些阴影回到家，养父努力地让生活看起来平静，却无法完全摆脱战争的阴影。在主角成长的过程中，从小看着养父在夜里惊醒，对天空中的闪光感到恐惧。主角所看到的是养父的恐惧与挣扎，也感受到那份无法言说的距离。这整个立方体其实就是主角的心，每一次旋转，每一个物件都象征着一段被掩埋的记忆。像是那朵不断出现的虞美人，在英国每年的11月11日国殇纪念日，人们会戴上红色的虞美人花，悼念在战争中逝去的亡者。对养父而言，那朵花不只是纪念，也同时是忏悔。真正的故事藏在画面的背后。长大后的主角离开了父亲，去外地工作，但某天他才发现自己参与设计的项目竟然是导弹的发射系统。那个在游戏里象征解谜通道的导弹，其实正是这段悲剧的核心。直到那一天，导弹真的被发射出去，一场新的战争就此爆发。回到家后，主角发现养父已经过世，
桌上摆着那张泛黄的合照，照片里的虞美人早已枯萎。养父逃离了战争，而儿子却无意间成了战争的延续。他所继承的不只是血缘与爱，还有那份被压抑的创伤与愧疚。这一幕让人难以呼吸，那不是单纯的悲伤，而是一种对命运重演的绝望。整个游戏是一场心理投射，每个物件都是有情绪的象征。小火车象征着父亲的陪伴与守护，灯塔象征着信仰与指引，蝴蝶象征着灵魂与重生，导弹的启动象征着无法阻止的命运与懊悔。当谜题被一一解开，立方体的光影交错融合，那一刻记忆仿佛被抽离了一样。主角终于意识到，他活成了养父曾经最惧怕的样子。他一个人坐在房间的角落，借着酒精麻痹自己。外面传来的烟火声像极了爆炸，他不确定自己是在庆祝还是在忏悔。这一幕游戏没有明说，但那种撕裂感却是真实存在的。战争不只是发生在战场上的伤，它会化成阴影，潜伏在下一代的梦里。游戏的结尾并没有明确的结局，只有光，一道从窗外照进立方体的光，它照亮了虞美人，也照亮了桌上的相框。这是救赎吗？也许不是。这只是主角终于愿意看见的那一刻。真正的解脱不是遗忘，而是与自己和解。笼中窥梦不只是关于战争的故事，它讲的是记忆、梦境与原谅。有时候我们困在牢笼中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被关了起来，而是因为我们被自己的梦给困住了，被那场无法痊愈的心病，被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绑住。而当我们愿意直视它，那才是和解的开始。之后，主角推开了窗，看见了满山的虞美人，每一朵花都是祭奠，也是祝福。战争轮回，也许终将被爱所终结。当主角推开窗户的瞬间，我们知道梦终于结束了。今天的单品独游系列就介绍到这里，愿你也能有一场好梦。我是汉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